我们有4部破300万观看的影片呢。第1名《心脏病之吻》，声音有点多哦。那个时候真的是热恋期耶。真的是热恋期耶，热恋期才会这样子亲。我觉得差不多了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要帮我们订阅、按赞跟开启小铃铛哟。来个啾！频道会员全面优化，欢迎加入贝果果！耶！大家好，我是卡卡，贝拉，我们是阿卡贝拉。我们今天这一集要回顾我们整个4年我们一起做过的事情。现在也是2023年底，这部片上的时候就是2024年初了，就完全就是新的一年。然后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告别过去2023，对，告别2023，然后跟大家一起迎接2024年。算是很多贝果都是我们的老贝果了吧，也感谢大家就是一直陪伴我们到现在，让我们可以这样一直陆续产出影片。虽然我们常常会觉得很恼死啊，然后常常觉得哇好累哦，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感谢有大家，让我们2个可以一直这样记录生活，一直拍一些我们想拍的内容，也让我们发挥一些影响力。可能有一些人身心调试啊，或是给了一些大家的勇气，我都觉得算是蛮值得的吧。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拍过什么回顾影片呢。哦，好像真的没有哎。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这4年一起挑战了什么里程碑。我自己在计算的时候吓到哎。我们有4部破300万观看的影片呢。第1名《心脏病之吻》现在已经639万了，我自己都吓到。但大部分都是2-3年前，那时候就比较不知天高地厚，然后没在怕，就什么都拍。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最代表作7连杀《心脏病之吻》吧。我们要不要看前面就好？我也不想看全部，我觉得全部有点太多了。哇，好青涩哦！那时候我们都还在第一个旧家哎，那个小家。我那时候下巴很尖哎，我那时候也蛮尖的耶。我那时候法令纹，现在又不知道。我现在法令纹也没那么重。我不想看了。比较想扑倒我。暂停！刚刚那个还是最轻的，那是羽毛之吻哎。我觉得差不多了。哦，因为这部片让我们得了那个走中奖。我们第一次参加走中奖，第一次就入围，然后就得奖，就非常意外。然后那时候我们要拍这部影片，完全就是那时候国外很流行那个25 Kisses Challenge。我那时候很热衷挑战不同的镜位啊什么的，然后想说来一点剧情。那时候刚好换了新的收音麦克风，然后结果就没想到那个接吻的声音这么重清楚，算是一战成名吧那个时候。但是那时候伴随而来的都很多人会说什么啊你们很开放哦，尺度很大哦。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还蛮意外的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从头到尾都只有亲，我们连舌吻都没有，可能衣服就脱个外套想说演一下。我就觉得跟那个韩剧的有一点尺度的那么差超多的，我就想说大家的尺度界限到底在哪里？我们羽毛之吻看完以后，我们直接拉到最多人看的这边好了。好，就是有拉衣服的啊。声音有点多哦。真的没有想到那个收音会这样子，真的是真的是大意外。那时候还没有双下巴啊！我那时候有往后拉，就是我们整个 ending 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自己看 ending 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觉得很好笑。但我们那时候用很专业的角度在那边看说，很害羞哎。哦，也没有很专业，我们就觉得很害羞。对。那时候真的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哎！那时候完全没有想说会就是有什么轩然大波，1个礼拜涨粉就涨了10万。青春啊！后面的都还要看吗？后面的不用每部看，后来就心脏病暴击啊，就青莲杀第2集、第3集这样。但我现在真的很喜欢《日常浪漫闪光弹》这部哎，那还是我们自己剪的。是吗？这集是我们自己剪的。自己剪的啊，这个对，是你剪的。观看高峰就是那个亲亲的时候。对。那个时候真的是热恋期耶。
真的是热恋期耶，真的热恋期才会这样子亲。我们好像小屁孩哦，怎么有一种8、9即视感？有吗？就是热恋期很没在怕那种小女生才会做的事情啊。但是我觉得真的还好拍 vlog 把这个青涩的感觉记录下来了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谁攻谁受大揭晓，我们其实后来就再也没有看过嘞。收音有够烂的。但我们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摆位还蛮好的，好像还比现在好哎。就是那个人，我们那时候坐在沙发上，然后就架在桌上。我们现在的位置拍不了这样子。那时候还用手机拍，全部用手机。是哦。对，我们用手机，这个时期都是用手机。好像是哎。对啊，我们前期全部用手机啊，然后还自己录啊，就自己剪啊。我还有想到我们那时候还在对那个音轨。这部那时候也是轩然大波，因为大家都以为你是受，结果你是攻。好青涩哦，真的是那时候大家对我们最好奇的。怎么看起来真的好像年纪有差哎？我那时候看起来很年轻哎。但那时候有用美肌啊，那个手机都有自动美肌，它还会有点累格的。然后那时候真的比较瘦了，也真的比较年轻啊，都3-4年前了耶。那时候我也看起来老了超多的。我那时候也才26、27，我现在就30了耶。你猜我们破100万观看的影片总共有几部？10吗？没有。13。如果加已经下架的微电影的话，我们总共有16部破100万的。太多了吧！我自己今天在数的时候也很意外，那时候真的比较没在怕主题，然后没那么保守。我觉得拍越多，然后被讲很多话以后，就开始会变得越来越保守。当 YouTuber 有一个很奇怪的心态，因为我跟你一起拍，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2个私密空间的感觉，然后我就只是架一台相机顺便录影，所以旁边其实是没有其他人的，我就是也不觉得会有其他人有什么想法，然后结果没想到传上去以后，就大家会觉得，我们私底下是不是也这么 open 这么开放？然后我就想说，其实没有我们就是因为2个很熟，非常不到很熟，然后所以我们就把自己的私生活、自己私下聊天谈话中的就顺便 po 上去。每次大家都说，你不是很嗨吗？你不是尺度很大吗？你不是怎样讲？我就不知道讲什么啊。还有我们一起拍婚纱的这一部，这个很久没有真的超久没看的。能想象这部片居然也是3年多前了吗？哇！我那时候开头还是这个丑开头，我自己做的。也不是到丑开头吧，就是，但是就是很青涩的感觉啊。然后这也是我自己做的。很美耶！你还记得这张吗？这张也超美的。辛苦了。韩国化妆师摄影师。我特别送你一张花跟卡片。对啊，我那时候想说，为什么是你给我，不是我给你？为什么是你给我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是怎么会是安排是你给我？你想要送我是不是？我也不是啊，就我没料到。那可以啊，婚礼就给你求婚。然后后面就有我写的字。你写的字。我现在听到还是会觉得很害羞。我听到什么？爸爸。你修了多久的呼吸啊？后来发现好像也不用修很久。那我大概只修个1个月吧。那我可能2天。那我可能1分钟。嘿嘿嘿嘿。你那时候有哭吗？忘记了，好像没有，可能太多人了，我没办法哭。我现在看感觉好像我们那时候已经结婚了耶。那你还想再拍一次婚纱吗？可以啊，我觉得过3-4年可以再拍一下。你已经快瘦回来了。后面在吵架，大家已经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会吵架了。我们交往3周年那时候分居的影片。真的哭到爆，我们自己哭到爆。这个不能看，我现在会哭，我很爱哭，你看就好，我怕我会哭。
谢谢你给我在，就是认识你之后，那真的其实也才去年底而已耶。很少会不会遇到人，然后我们是不是真的适合？去年底我先看好笑的，你看我法令纹出来了。吵架睡觉的时候就不会背对背啊。哎、真的哎，然后夜晚的时候，所以是去年开始的事情，应该已经我不知道，还是前年开始？我现在开始有放黄电波了，就不会，应该不会有了。我也觉得他对我那么好，我不可以这样想。一个人那么熟，好了啦，好了啦。才可以有这种想法。哒哒哒就是不要吵了一个想法，我从来没有真的想要。不是过那么久了然后也没有真的想。我们现在完全好了，那时候真的状态不太好，现在是真的完全好，我们一起走过来了。绝对不能轻易的说出口。没有，我是一个看到人家哭就很容易哭的人。真的会比较孤单，可能遇到就是比他更爱我的人。你不要想要女性死掉，女性死掉。我想两个一起死。是，我就是可以让我死。对。我就很想好像。好，我把它拍照。我就想到我会。好啦，没了，爸爸现在都耶来很好，我们现在越来越好了。虽然还是对未来觉得也很怕，还是会有担心的时候啦。我觉得有一种就是，天哪，我们居然撑过今年了的感觉。因为我觉得去年就是状态很差，然后真的有一点各种累积的压力啊，工作啊，然后我们彼此之间比较紧绷的关系跟你的健康全部累加在一起，那真的是快要一触即发那一种。我们没有分手啊，其实蛮厉害的。就是有愿意为了两个人一起变好，虽然那时候大家听到我们分居都很以为我们分手。对，有时候就是你在低谷的时候得跳出舒适圈，才能跳出那个轮回嘛。就你现在状况就是已经不好了，你很难再去现况里面再去改变什么。我觉得唯一能做的就只能打破现况，一路弄新的公司啊，弄得就是很辛苦啊，很累啊，然后谈解约什么的也觉得心很累啊，然后又搬家，然后搬得乱七八糟，然后同时创建公司，然后第一次就是有带新的员工这样进来，然后同时还要拍片什么，那时候真的觉得压力超大，有点喘不过气了。可是我真的觉得，至少我们后来稳定一些以后，搬来这个家，整个身体都变好了。敏感体质的人真的很需要特别照顾一下。然后我真的觉得你也很棒，你就是连续諮商，真的也是諮商了1年多哎，我觉得你很棒嘿嘿，谢谢你愿意为了我们一起变好。不会，2024年就一起加油。我们2022年初的时候办了第一场演唱见面会，那时候真的我靠快累死了。那时候工作量是2倍之外，我们还有同时就是在另外上课，上表演课、唱歌课、舞蹈课，很常就是工作完当天晚上，然后就是在公司练舞啊、练歌什么的。哎，那你那时候马尾真的绑超紧的，我头超痛。你还记得吗？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这样子而已。我这种舞蹈记忆超差的。为什么我觉得我看起来很笨拙啊？等一下，如果我眼睛是这样吗？你平常也长这样好不好？你不用绑就长这样了。你那个已经比我夸张，你那个是这样，然后这样。你顺便听一下你1年快2年了，2年前快2年前的歌声。我记得你后面大哭哎，因为他们偷拿这个，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。彩排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一趴。我自己也不知道。对啊，然后我们都不知道啊。那因为你哭了，你就不会哭了。对，我就要照顾你啊。然后我后面又讲不出话，然后我就把我背的东西在你耳边讲，然后你就帮我讲出来。真的太猛了，那一个真的吓到我了，真的哭爆我了。那时候唱超哇，你那时候在练习耶。哦，大家给我们的那个很多留言，很多贝果，我现在很久没看到他们了耶。去哪了？
对，那时候还是疫情，然后我们居然还办成功这个现场演唱会。那时候一直会很担心群聚会不会被迫取消这样子。哦，还好那时候我们办成功了，也很谢谢那时候就是疫情那么严重，然后每一个贝果都还是愿意上来。我觉得我们完成了一项当时想办的大任务。虽然办完以后，很多人很常问我们说什么时候还在办，太累了。应该就是那时候开始喷法律文。但我觉得如果再办一次的话，其实还蛮好玩的。你加油，我们现在就努力让你办了。我现在就当你的后援。啥？你没有要办哦？我现在舞跳一跳，我就一直腰痛。我上次我就是做那个健身腹肌训练，然后还有一起跳舞，然后跳一跳我就腰痛了半年呢。来，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今年做了什么。你记得我们2023年第一次一起去双方家里过年吗？回老家的那种状态。我觉得花莲一起去天主教堂唱圣歌，我应该是不太会忘记的。你不觉得很好玩吗？就是觉得很闹啊，你们就没有想去，然后硬要站在那边，然后你都在滑手机，我还要装乖，然后还有吃车轮茄跟你妈一起，然后在那边乱射冲天炮什么的。然后还有我妈煮了那个什么佛跳墙泡面火锅，然后整个变一坨烂的东西，不难吃啦。真的是好吃，就是卖相实在是很差。我们2023年也是年初就收到一个大邀请，我们第一次被邀请到国外工作，居然就是去澳洲，然后还是 CK 邀请我们的。谢谢 CK 的，真谢谢 CK 各位的照顾。你跟企划还在飞机上哭？没有哭，有哭吗？就是你们在那边。因为我跟心脏病发，那时候我们企划就是叫 JJ，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很怕坐飞机的那种人，然后我们两个就一直很紧张，然后我就时不时转头过去看一下他状况还好嘛，然后就我们两个就是超级无敌紧张。我觉得那时候发明数羊的啊，就是现在他只要上飞机，他都很紧张，现在不准我睡，我都要数什么1只绵羊。2只绵羊，3只绵羊，然后他的拍子永远还会自己创歌，还有拍子都会不对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赤道那边很多乱流还是怎么样，就那个飞机会晃特别离谱。我觉得我到那边的时候我就一直很紧张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崩溃。然后回来没多久哦，就是你的单曲了。啊，对耶，回来没多久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很忙，那时候新年的时候又在凌晨醒来。反正那时候就是我们一起去过年啊，过完年之后我还在弄我的单曲，先拍了单曲之后，我们就马上冲去澳洲。澳洲的时候就是也还在一直去选单曲的东西呀，跟经纪人讨论，因为我们时间对不上嘛。然后那时候又冲回来之后，马上把东西都弄好，然后就准备上架这样子。然后现在第2首本来说半年内要生出来上架，到现在还没。我们还是新手，我们再努力一下。我现在就不小心一直看到上面7连杀2，我觉得7连杀2拍的好像比较害羞一点，我不想看。然后后来我们妈妈见面了，我们妈妈第一次见面，对，那时候我已经搬来这里了，我们都很紧张，那时候电视都还没来耶。对啊，然后我们都很紧张，然后怕他们就没话聊，或是觉得对方的个性可能不是自己喜欢的那种，就没有太困难，但是他们也还没有到很熟啦。后来我们妈妈们会自己私下传来稍微聊一下天，我是希望他们有机会可以变好朋友啦。这个不能强求然后我就30岁了，喝醉然后回家在地上爬的时候，正式的30岁一跨就过了。我们少了一个，我们还有去欧洲，欧洲是去前年了，就是这4年啦。不过欧洲是2022年记忆最深刻的事情吧，因为2022年年初我们就办完演唱会我们就觉得一定要好好休息一下，可是那时候就一直很忙，所以我们后来就排到暑假的那个时候，我们才去欧洲玩，然后来欧洲吵架。就那时候状态不好嘛，才花时间调整跟分居啊，真的是活过来了。这样想一想，真的那时候好累哦。接下来就是我们交往正式满4周年的香港行，我们都觉得哇，天哪，我们4周年的当下也太衰了吧？不是衰啦，的确很衰，就是说香港那时候刚好暴雨，很久没见的黑雨，很多地方就已经淹水啦，什么什么的。我们一下飞机就已经没事了。对。然后还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，我们在飞机上也没遇到雷暴什么的。突然就居然已经4周年了耶！我就一直在想说我们到底在一起几年了，然后我就想说是快4年吗？然后他就说已经4年了，我就说哈，然后他就说我们那时候还去香港，我才想到，对，我们那时候4周年的时候就去香港。我现在都已经快要忘记我们每一年生日去哪里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猜我们去富兰朵哪一年你生日？25岁？你现在是几岁？27岁？我现在27。真的25，你看，我记得，哇，那是2021年呢，好扯哦！我记得是25，感觉很像去年而已，对不对？是也没有到那么近吧。我又在哭，我怎么那么爱哭啊，真烦。然后26嘞，26我去哪了？
韩国啦，啊，对啦，去看 Blackpink 啦。我生日的时候呢，我们去看 Blackpink。没有，我有让你卡配好不好？我每次生日都没有在国外哦，我没有那么好哎，真的啊，因为你都没有帮我安排啊。是吗？你都没有。今年我30岁，还不是在那边哔哔哔哔哔哔，你才那么多。我哪有？是你说你想要一个派对，你还算错群。好啦，啰里吧嗦。接下来就是10月的京都行了。哦，我们讲很久了。对啊，我们从在一起就说要一起去京都。我觉得这次京都行真的去太少了。没有啦，我觉得是因为加上我们可能跑2个地方吧。但很多人都这样玩，大家体力真的蛮好的。那就是我们太烂了。是你太烂了。你就不累？哇，没有你那么累。是哦。是。那你干嘛跟我抢修足时间？不是啊，你要贴我就顺便贴，不然我干嘛？哇，这真的就是回顾完了耶。明年有什么计划呢？其实就是在推进中啦。然后贝拉就继续努力当歌手，然后我就是想要出一个被整合过的线上课程，但是现在还在进行中，还不确定什么时候开始。然后我现在就是很想当软装设计师，就同时做这些事情，同时经营阿卡贝拉的频道，不会把它放掉。2023年底，我就是一直在整顿自己跟探索自己。我还没办法讲得很确定2024年会有什么大突破，我只能说就是努力一步一步的迈进，去尝试，跟不要限制自己吧。反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就是挥别2023自己觉得做的不好的地方，就是因为毕竟那已经过了，往前看向2024。你现在变得好正面哦，你好棒哦。对啊，好烦，好厌，我好算了，2024一样吧。我们好不容易把你练回来，你这是正面是用钱堆出来的。谢谢大家一起跟我们看完回顾，也祝福大家2024年大顺大利。大吉大利，哇哇叽叽哇，拜拜！你都把我遮住了，你有看我是用眼睛吗？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刚刚知道我就放眼睛了。你只是脑袋有问题而已。